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阿草。今天这部要来介绍一下史灵西欧西致命之喜。其实这个流派在 3.13 的祭祀联盟时，劝集已经有做过相关的流派影片了。因为我在开服没多久就抢到了赝品宵小，买了很久都卖不掉。这几天看到只剩下6亿左右，就想说干脆拿来玩一下算了。先跟大家提醒一下，这一只角色我投入了非常多的资金，等等会先介绍一下比较便宜的版本。后面再讲提升后的装备。先来讲一下玩这个流派的感想，伤害算是很不错的，尤其是在打图和祭坛方面。打王的话不像将军战红的秒天秒地，可是也不算太低。生存方面就比暴徒好太多了，本身也有撑一些格挡的能力，生命加上能量护盾有6000多，以及攻击时还拥有护体，点燃敌人时能回复生命的戒指，还有配合看守之眼的纪律击毁。基本上在打祭坛时都是满血的状态，是生存能力非常优秀的一个流派。造价方面最低可能也要20到30重高以上。先来讲一下这个流派的机制。武器使用赝品宵小，这把武器给了很多的格挡与伤害。赝品宵小与一般的宵小差别在于，所以非常适合拿来玩西游戏。技能部分我选择旋风斩触发致命之喜，如果你想要玩尸体爆破也可以。不过在命人爆发的部分就要用觉醒的会比较好。项链则是使用无罪之眼，这条项链的功能是，当你点燃敌人时受到100的火焰伤害，配合珠宝的赝品鲁莽防御，就可以让自己会变点燃，这样就可以拿到被点燃时的增加伤害，以及2%的火焰伤害偷取生命。由于一直在点燃怪物等于本体一直在受伤，所以也可以很频繁的触发受伤时释放，再配合上信念浪涌降抗性、坚韧爆破拿胆血以及扑杀等等。项链的有涂上了冲冷之进攻，帮助我们快速取得耐力球和狂舞球。暴击球的话我是用衣服取得，如果衣服没有要粘这一词的话，也可以把受伤释放穿上风暴烙印和暴击时获得暴击球，来拿取暴击球这样。衣服的部分可以选择世界网调的伪装，现在大约5到6重高左右。我个人是比较推荐用加一咒和暴击率的衣服。做法就是先洗出爆率之后，再上工艺的后缀无法被改变，之后再丢花园的法术系，这样就必定会出加一诅咒了。然后戒指1颗使用拿马虎之印，就如同前面所说的，主要是拿点燃敌人恢复生命这一条。另一颗戒指则用易燃或者是刺客印记上诅咒。我的另一咒是算在受伤时释放上面，这样搭配衣服就可以上2个诅咒。手套我选对点燃敌人附加火焰伤害这条，后缀记得再补上一点命中，也可以从诅咒的戒指上面找，建议是至少补个400以上的命中会比较好。头盔的部分选择了总督军的减火抗这一词，烛珠祝福那一词请无视，那是之前做别枝的时候用的，这只角色并没有开到，其他就是拿生命和补抗性这样。前缀有空词就上了范围保持+1，可以拿来放光环使用。附魔可以选择信念浪涌降抗，也可以选择致命之喜消耗额外的尸体。鞋子的评价版就是一般的生命跑速抗性鞋，然后把你的瓶中信仰换成世纪用这样。如果你的资金够喝瓶中的话，就可以做猛攻流顺鞋。其实这鞋子的帮助并没有很大，只是在跑图的速度上会比较快一点而已。可以在其他装备都弄好之后再考虑。腰带也是拿生命和抗性，就没有什么比较特殊的词了。珠宝的部分我是开了2组觉醒星团，也可以考虑开1组就好。觉醒主要就是拿元素伤害为主，其中一词是拿施虐者这一词，可以拿大量的元素伤害。另一颗我就很随性的拿了3天赋就用了。中型星团主要是拿火焰报复这一词，其他词可以挑焚尸炉或者现宰来拿伤害。然后最难找的星团来了，就是封建霸主这一词，这颗是我当初玩酋长火旋风的时候买的，没有想到会在这里派上用场。主要就是拿长战攻击时能拿到护体，没有护体的话生存能力会下降一点。不过台服的妄想症产量实在是很少，就看各位买不买得到了。然后在老头的左边放了一颗大范围的希望之血，拿左下角的暴击加成和格挡相关，左上角的精神救助拿伤害，右边拿严峻训练的10%生命，以及上方的3点魔力保留。如果你的精准有使用异常的品质的话，魔力保留可以省下1点的天赋。看守之眼则是选几率击毁能量护盾这一词，另一词可以挑愤怒或精准的暴击加成，然后使用1颗脑充，
基本上打怪时都是会被点燃的状态，数值可以挑跑速高一点的。之后一颗烈焰之杖，在药水全喝的情况下，身上的 buff 可以拥有20几个，所以这一颗给的火点伤害蛮高的。还有一颗焰瓶的鲁莽防御，拿取格挡和被点燃的效果。一颗辉煌的虚荣，拿多尼亚里的腐化之魂，这颗可以拿到不少的能量护盾。那以上装备和珠宝的部分都讲得差不多了，最后来总结一下，这个流派整体玩下来算是很不错的，不管是刷图速度还是生存方面都很优秀，打王的伤害也很棒，唯一的缺点大概就是画面花了一点，还有造价也稍微高了一点这样。一直以来很少看到史灵斯在玩西游戏的，这次刚好拿到这把杖，就拿来玩一下看看啦。最后面我再放个世界网的影片给大家参考一下，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